现在还能不能买黄金？好问题啊！黄金的价格从22年到现在已经翻了1倍了，光是今年4个月时间就涨了34%。那各个机构也上调了它的目标价位，有喊到$3700的，也有喊到$4500的。那现在入场可以吗？其实是可以的，因为推动黄金上涨的那些因素呢，确实还是在的。尤其是最近特朗普又新出了关税政策，那市场也担心经济会衰退，贸易战争会重启，这种避险情绪呢也在升温。但是同时啊，任何资产它在快速上涨的同时，它的风险其实也在累积的。就像美股，在过去2年它指数上翻了一番，但是今年呢也经历了26%的一个回撤。所以我们在看到黄金价格翻倍的时候呢，其实要提高警觉的。那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捋一捋投资黄金的时候容易被忽略的5个风险。希望大家在做投资决策之前呢，能够先把收益和风险都过一遍，冷静合理的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。黄金的这波上涨确实非常猛啊，近2年的时间已经翻倍了，特别是今年这1个季度就涨了30%以上。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就会觉得说，趋势这么强，接下来肯定还会继续涨。但是历史上越是加速上涨的行情，越是要小心。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，黄金不到1年的时间就价格翻倍，那个时候市场上也全部都是黄金永远不会跌这样的声音，结果5周的时间它就出现了25%的暴跌。比如2011年，那个时候美国被下调了信用评级，避险情绪暴涨，黄金直接冲到历史新高。各个机构呢也上调了黄金的目标价位，有$2000的，有$3000的，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熟悉？但是之后直接进入了4年的黄金的熊市，价格几乎跌了一半。我们回看这个历史数据啊，25%、33%、45%、22%，黄金真的跌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比股票差。市场本来就没有一直上涨不跌的资产的，而且当市场转向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反应过来的。那现在很多人心里面想的说，我是买黄金，买的是避险，不会有事情的。但其实呢，我们所谓的黄金避险资产，不意味着它就不会下跌。其实在市场真正恐慌的时候啊，投资者最在意的它不是收益，而是流动性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市场真的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管是股票、黄金还是房产，投资者第一个反应就是先抛掉，拿现金保命。所以说在最恐慌的时候，黄金一样是会被砸盘的。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初期的时候，黄金它就在2个月之内从$1000跌到了$700左右，跌幅超过30%。因为在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投资人需要现金来偿还他的债务、补仓、维持保证金，所以大家不要因为黄金有避险这个属性就对它抱有过高的幻想。真正影响市场的从来不是表面上的热闹，而是背后驱动的因素。最近几年呢，全球央行都在持续的买入黄金，比如说是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。很多人看了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说，既然连央行都在买，那现在我们跟着他们买是不是更加安全一点？那其实呢，这个想法是挺对的，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想一下的话，就是央行买黄金，他们真正考量的肯定不是为了短期的收益吧？国家买黄金为的是国家的资金安全，为的是汇率的稳定、贸易的合作，跟我们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美国，它目前的黄金储备有8000多吨，是全世界黄金储备最多的国家，前3个加起来估计跟它差不多。这个数字呢，从1971年到现在54年了，几乎上没有一点变化。8000多吨黄金，半个世纪动都不动一下。你说他们存黄金是为了赚差价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黄金在国家的资产配置里面，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信用，它是一整套货币体系之后的锚。那我们个人买黄金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。我们常常想的是不是就能不能涨一点，这波行情能不能冲到4000点，我们出发点就是不一样，持有的周期肯定也不同，我们所能够忍受的波动也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央行在买黄金并不表示我们就能无脑跟着，更加不意味着任何时间点都是买点。那我们新闻里面看到哪个国家又买了多少黄金，那这笔买卖其实早就完成了，等你看到它想进场的时候，这个黄金的价格其实已经涨了一大段了。央行的购买是长期的全球趋势下的国家行为，跟我们的购买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情。那我们做投资的时候要把握自己的节奏，看清楚自己的投资目的是什么，不要用国家的战略逻辑来指导自己的个人资产决策。
黄金它是不是避险的首选呢？都不一定啊。很多人印象里面呢，市场一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资金就会流到黄金里面。但是真正经历过波动的人都知道，真的到关键的时候，投资人最关心的，它不是收益，也不是避险的故事，而是我的钱能不能拿回来。在极端恐慌的时候，资金会流向那些流动性更加强、价格更稳定、风险非常低的资产，像是短期的国债或者是现金管理的工具。虽然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吸引人的，但是关键的时候，这个才是保命的。就像巴菲特在过去2年，他把接近3000亿美元的资金全部放到了短期美债上面，而不是黄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黄金它虽然长期是有避险价值的，但是它短期价格波动大，兑现速度又慢，那真正需要资金周转的时候，它不是最佳的选择。当市场真的进入到极度动荡的时候，大资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命。他们要的不是高收益，也不是好听的避险故事，而是随时能拿回来的安全感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还是因为黄金的长期避险属性死拿着不动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成为接盘的那个人了。可能有些人会说，我就买一点点黄金，跌了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它总会涨回来的。听起来还蛮合理的。如果你能够真的完全不看它，也完全不在意它的涨跌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但问题是呢，大部分人一旦关心它一点呢，就很容易关心则乱。就买的时候你可能想着，就试一下下，但是价格一旦上涨的话，你能不能忍住不加仓？那如果价格下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要不要补点仓，摊低下成本？结果呢，明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小笔钱，结果就变成你每天关注，牵肠挂肚，晚上又睡不着觉。其实亏钱痛苦的地方反而不是损失了多少钱，而是那种控制不住想要做些什么的冲动。你看着账户一点点下跌，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早点卖，又在犹豫要不要补点仓，甚至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运气太差了，怎么一买就跌呀？而事实呢，并不是你比较倒霉，而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做好计划。当我们买了任何一笔带波动的资产呢，其实就已经开始做投资了。而投资呢，从来就不是靠感觉，更不是靠预测它涨跌，它需要的是清晰的计划和理智的风险管理。哪怕你就只是投一小笔钱，你在买之前呢，也要先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个是，我是想短期赚差价，还是准备长期持有？那如果说长期持有，能不能承受20%以上的回撤？那如果行情真的开始下跌了，我要怎么处理？想不清楚这一些，哪怕你投入了再少，你也不是在投资，而是在赌运气。今天我们聊了5个大家在黄金投资中容易忽略的风险，比如说涨了太多太快的时候，不表示它还能继续涨。黄金呢，虽然它是避险的，也是会经历大幅的波动和回调。央行在买黄金的时候，他们考虑的是国家战略的行为，不表示我们跟着也能赚钱。而且到真正恐慌的时候，资金会选择更安全稳妥、容易变现的投资产品，而不是主选黄金。就算我们买的不多，如果没有计划的话呢，也会非常痛苦的。当然说这么多不是劝大家不要买黄金啊，黄金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呢，它有很多优点的，比如说它能对冲风险，对抗通胀，在某些特殊的时候呢，也可以保护你的资金安全。但是问题是，现在黄金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了，而且市场的情绪呢又有点过于乐观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冷静下来，考虑一下自己投资的目的和风险承受能力。如果你准备配置黄金呢，当然对于经验丰富的投资人来说，可以观察资金流向、成交量的变化、市场情绪的指数。那一旦出现顶部信号，比如说能量背离啊、情绪过热，可以适当的调整仓位，灵活的止盈。但是对于刚刚接触的投资新手来说呢，你可以把黄金作为资产配置当中的一个部分，控制好比例，放在自己能够安心的范围之内，可以用分批买入的方式来代替一次性的重仓。这样子呢，即便未来市场出现了回撤，你也可以比较有稳定的心态，不在恐慌的时候被迫割肉。投资最重要的呢，从来不是追求短期的暴涨，而是在热闹的时候要保持冷静，在波动之中守住自己的节奏。就像巴菲特说的，市场最喧哗的时候要保持清醒，市场最恐慌的时候还能坚持自己的节奏，这才是真正的投资者思维。如果你喜欢我这样用理性的分析帮你看清风险和机会的内容呢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未来我还会分享更多关于资产配置、风险管理和长期稳健投资的方法。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现在对黄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，每条留言我都会看的。我是新月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